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咱们从小到大呢，总会听一些这个杂志、公志啊，给我们灌输一个思想，就是说，哎呀，这个国外啊，尤其是像加拿大这种发达的国家啊，那人均素质啊，那是高得不得了啊。这地上有钱呢，都懒得捡，人人谦恭有礼，排队啊，那都是基本操作啊，简直就是文明的天花板啊。我小时候看这种《意林》《读者》这些杂志啊，那里面描写的这个加拿大，那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啊！这个枫叶呢是红的，空气啊是甜的，人是纯粹的。但是啊，朋友们，重点来了，这有句话叫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就在前2天呢，7月12号，一个在这个加拿大生活的中国小伙啊，就给我们拍了个视频。好家伙，这个视频一出来啊，直接把依林的脸都打得快肿了。这小伙就跟咱们普通人一样，去逛了个超市，结果这一逛啊，差点以为啊自己穿越了。那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一进这个超市啊，就感觉气氛不对。像咱们这儿的超市啊，一到这个周末，那收银台前不得排起长龙嘛？这个扫码的、刷脸的、掏现金的，那是热热闹闹的，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啊。可是加拿大的超市呢，怪了啊！这个收银台那边冷冷清清的，反倒是出口的这个地方是人来人往。这小伙一开始还纳闷呢，心想：哎，这加拿大就是牛啊，这效率这么高啊，这结账都不用排队的。他推着车边走边看啊，结果他看到了让他目瞪口呆的第一幕。只见一个大哥啊，看着是特别的实在，那体格啊，壮得跟头熊似的。人家逛超市目标明确啊，不东张西望，直接走到货架前，拿起自己想要的，直接塞进自己的购物袋里，那动作是行云流水啊。然后呢，你猜怎么着？人家不找收银台啊，人家就直接拎着袋子，昂首挺胸，大摇大摆的就往超市大门口走。这时候啊，守在门口的工作人员啊，一个加拿大小哥就眼睁睁的看着他走出去。那小哥的表情啊，我跟你们学学啊。是这样的，就是嘴巴微微张开，这眼睛瞪着，整个人啊跟定住了一样，好像是这个脑子里的 CPU 都烧了，在那边死机了半天。他心里估计啊，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这哥们儿付钱了吗？他好像没付钱，我要不要拦住他呀？那他这么壮，我拦了他，他会不会挨揍啊？哎，算了，这个工资啊，他也不高，就当没看见吧。这中国小伙当时就懵了，心里直犯嘀咕啊，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超市会员可以直接拿了就走，月底统一结算？他带着这个巨大的疑问啊，继续往里面走，这才发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原来啊，现在的加拿大超市啊，为了节省人工成本，把这个人工收银台啊砍的就剩1-2个了。放眼望去啊，那个乌泱泱一片啊，全是自助结账机。哎，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对比一下咱们中国的自助结账，那是什么景象？那大家伙是提着篮子，推着车，老老实实的排队，一个一个来，然后拿出手机对准这个商品的条码，滴的一声就扫上了，再对准付款码，滴的一声钱就付了，全程是井然有序啊，主打一个自觉。可在这个加拿大呢，这自助结账机啊，简直就成了某些聪明人的乐园啊。咱们以前老听说这个美国的零元购就是明抢啊，加拿大这边不玩的这么直接的啊，人家升级了，玩的是技术流，讲究一个不让中间商赚差价，直接从这个超市进货。这个玩法更隐蔽，但是性质那都是一样的。哎，你说啊，这么大片的自助结账区，总得有个人看着吧？有，确实是有一个，但是这个工作人员呢，基本上就是个气氛组的啊，他就往那儿一站，这个眼神涣散，既不检查你的购物小票，也不管你扫码的时候到底扫的是牛排还是大葱。这下好了，给那些想白拿的人啊，简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有些人这个胆子大到就直接往自己的包里口袋里偷偷的塞东西，只要动作别太夸张，别跟这个演杂技似的啊，基本上都能顺顺利利的走出超市，实现真正的零元购。不过呢，还是有一些人觉得这样直接偷啊有点丢人，或者说啊他们自认为素质比较高，不愿意干那种没技术含量的粗活，于是啊他们就发明了一种风靡加拿大超市的潜规则，被中国小伙戏称为香蕉结账大法。这是什么神操作呢？我跟您说啊，您听了都得佩服他们的智慧。
因为啊，在这个超市里，香蕉是按重量算最便宜的商品之一，比如说7毛8加币一斤。所以啊，这帮天才们结账的时候，那不管手里面拿的是几十块钱一块的和牛牛排，还是说100多块钱一瓶的红酒，甚至是几百块的护肤品，他们在这个电子秤上称重的时候啊，输入的商品编码通通都是香蕉。我的天哪，我只能说这个脑子要是用在正道上，考个博士后啊，估计都绰绰有余了。哎，你以为这就到顶了？不，在压榨成本这件事上，人类的潜能啊是无限的呀。有的人就觉得，就算按这个香蕉的价格算，我还想再便宜点，那怎么办呢？他们在这个电子秤上动起了手脚，称重的时候啊，他们就会用这个手啊，轻轻的、巧妙的提一下装着这个商品的袋子。哎，你懂的啊，利用一点这种向上的力啊，抵消一部分重力。本来这个2斤重的大草莓啊，手就这么一提，这个秤上的数字它立马就往下掉啊，显示个1斤半，甚至1斤，那这个钱不就又这么神不知鬼不觉的省下来了吗？ Nice。这小伙子亲眼看见啊，有个人买了一整购物车的东西啊，那是有肉有菜有零食有饮料，满满当当的。最后啊，在这个自助结账机上啊，一通香蕉大法加上这个提拉神功的骚操作下来，你猜他付了多少钱？9块8，朋友们，你没听错哦，人民币也就50块不到，扛走了一车货。这哪是购物啊，这简直就是来进货啊！这超市老板要是知道了，估计得哭晕在厕所啊。哎，你以为这种称重耍花样就完了啊？扫码结账的时候呢，花样更多。有人呢就拿个这个商品啊，在那个红色的扫码区，就这么晃2下，假装就扫过了。那机器啊，有时候它都没响，没识别上，它也不管哦，就直接放进这个购物袋了。反正那个眼神不好的工作人员离这8丈远，根本就看不清。主打一个，只要我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咱这中国小伙之所以知道这么多的省钱妙招啊，哎，你猜是谁教的？那就是当地的老外热情的传授给他的。人家还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的说：“嘿，哥们儿，这可是加拿大的生存技巧啊！”这话给咱小伙听到啊，眉头都拧成一个疙瘩了。咱中国人骨子里是什么呀？是仁义礼智信，是温良恭俭让。咱讲究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种占小便宜的事儿啊，咱还真就做不来。所以啊，周围人呀就看他老老实实，一样一样商品扫码付款，那眼神就跟看一个傻子，一个不懂生存技巧的冤大头一样啊。把他看的呀是浑身不自在，彻底是怀疑人生了。小伙儿也分析说，这种情况可能跟最近加拿大物价涨得太厉害有关系，通货膨胀嘛，很多人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所以就干脆穷则思变了。可是这变通也不能走歪门邪道啊。这事啊，在这个网上一说，这个网友们也是炸了锅，大家都说我去，我只知道这个美国自由啊，没想到你加拿大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呀。然后这个依林啊，又一次被这个拉出来群嘲了，现在都成一个梗了。每次有这个老外干出点离谱的事儿，大家都说快去看看这个依林怎么说。朋友们，如果你们觉得这上面的事儿已经够魔幻了，那你们可小瞧这位中国小伙的奇遇记。这超市这点事儿啊，只能算是开胃小菜。那真正让他感觉到心惊肉跳，感觉自己活在警匪片里的是他那个不简单的邻居。就在1个礼拜前啊，这个小伙正搁家待着呢，突然呢有人敲门，咚咚咚的。这开门一看是片警。这警察上门啊，一般都没啥好事儿。这个警察一脸严肃的跟他说：“小伙子啊，我提醒你一下哦，你隔壁的那个邻居啊，他不是一般人啊，我们怀疑啊他是这个黑帮成员，而且啊他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啊，搞不好都是偷来的。”这消息他没消化完呢，更刺激的就来了。没过2天啊，他家的门缝里啊就塞进来一张小卡片，拿起来一看，是这个邻居发来的晚宴邀请函。哎呦喂，我的妈呀，换你是啥感觉啊？之前这个邻居也挺热情的，老是给他贴个便签啊，喊他去家里吃饭，他都当成正常的邻里交往，没去。去还是不去啊？这是个问题。这警察早就嘱咐过他，千万不要打草惊蛇，不然容易出事儿。这意思就是你得装作啊啥都不知道，该咋地就咋地。这下好了，你不去吧，显得不合群，打草惊蛇；这去吧，万一是个鸿门宴，不得被剁成肉馅包了饺子啊！经过这个激烈的思想斗争，小伙决定去。不仅要去啊，还得带点见面礼，显得自然啊。这准备好之后啊，他站在邻居家门口按下了门铃。他自己都说啊，递礼物的时候呢，手都有点抖啊。这进了屋啊，这小伙大气都不敢出啊，手机更是不敢掏出来拍视频。
这节骨眼上保命要紧啊！万一让人觉得你是卧底来搜集证据的，那可真的是被先切片再切丝，最后榨成汁了。结果等他坐下来跟这帮黑帮成员一聊，才发现这个画风好像又不对了。这个电影里的黑帮啊，不都是穿着个黑西装，戴着个墨镜，脖子上挂个大金链子吗？满脸横肉嘛。那眼前的这帮人呢，是穿的普普通通啊，跟咱们一样。这有的还穿着打折的 T 恤。这聊天内容呢，也不是什么今天去收了谁的地盘，而是啊，一个大哥唉声叹气的说啊，哎，现在这个大环境不好啊，钱太难挣了呀。帮派开会都没钱去高级餐厅了，就在这个街边上买杯咖啡，一人扫一辆共享单车，蹲这个马路牙子就直接把会开了。另一个人接茬，可不是嘛，我还得上班呢。上班，黑帮还用上班？小伙当时就震惊了啊！细打听才知道啊，这帮所谓的黑帮其实都是兼职的，他们白天都是有正经工作的，隐藏在这个人民群众之中。超市里那个剁肉馅的大叔可能就是他们的人，处理猪大肠的师傅也可能是他们的人。这白天是辛勤的打工人，晚上才切换成黑帮模式。那个请他吃饭的律师邻居还跟他大吐苦水说兄弟你不知道我现在连剁大肠的活都快抢不上了，竞争太激烈了，没办法，我还得出来唱唱歌，挣点外快。他们还得拿着自己辛辛苦苦挣的工资交这个帮会的会费，要是不出来上班这队伍早就散伙了。这个小伙听完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他心想就我这水平顶多算个矮胖子级别的黑帮，怪不得还得偷房子住呢。那再混2年估计这帮人就得金盆洗手从良了。毕竟打打杀杀哪有这个上班赚钱来的踏实其实吧，这2件事看似是八竿子打不着，其实都是指向一个核心。这个所谓的文明和素质从来都不是某个国家某个地域的特权标签，它跟这个护照颜色没有关系。所以别再迷信那老掉牙的什么国外的月亮圆的故事了。这世界很大也很复杂，咱们要做的也就是管好自己了。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